当地时间5月27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首尔与韩国总统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出席第9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隔4年多，三国领导人再聚首，宣布恢复三国领导人定期会议机制，并重启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 今年是中日韩合作机制建立25周年，在新的起点上，李强就深化中日韩合作提出5点建议，包括推动合作全面重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引领科技创新合作，拉紧人文交流纽带，努力促进可持续发展。 李强指出，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各方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半岛局势政治解决进程向前迈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日韩要用好各自发展优势，携手提振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势头，发掘和开展更多中日韩+X 合作项目。 日韩领导人表示，三国合作时隔4年多重启具有重要意义，希望此次领导人会议为新起点，保持合作稳定性和连续性，重启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共同促进东亚区域合作，推动三方关系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三国人民。 会后，三国领导人共同会见记者，三方发表了第9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等3份文件，一致同意致力于推动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化。 日韩媒体高度关注，时隔约4年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再次重启。韩联社指出，三方在会上就外交、安全、经贸、人文交流领域的合作方案进行了探讨。三国领导人一致评价称，期间诸多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给三国政府和民众带去实惠，成为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 日本共同社提到，三国确认将定期举行领导人会谈和部长会议。据悉，下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将在日本举行。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会议有关情况时表示，时隔4年多再次举行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三国合作的重启和再出发。 中方愿以此次领导人会议为契机，同韩方、日方一道。 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政治互信，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推动中日韩合作行稳致远，为地区的稳定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2008年12月13号，中日韩三国首次在东盟10+3框架外举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此后近25年间，中日韩三国在促进三边合作方面已建立了21个部长级会议和70多个对话机制。这些会议和对话机制已成为三国深化合作的主要平台。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目前已成为东亚地区机制化程度最高、覆盖领域最广、内涵最丰富的多边合作架构。 此前已经举行了8次领导人会议，但此前4年多，由于疫情等因素，领导人会议机制暂停。但总部设在韩国的三国合作秘书处仍在运作。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认为，自2022年尹锡悦上台以来，韩国外交向美西方倾斜。 日本岸田政府近年来更是加大了随美起舞的幅度，而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韩、中日间也存在较大分歧。在这一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背景下，此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得以举行，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这个反映出中日韩三方在竞争中求合作，在分歧中找共识，这样一个原则精神。竞争 是客观存在的，分歧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不能因为竞争和分歧就是阻挡中日韩三国的合作。这样一个合作呢，我想它本身就是表明中日韩三国具有着重大的、广泛的共同利益。应该说这一次能召开，本身就是巨大的成功，更何况又取得了这么多的共识。 深圳卫视注意到，本次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延续了重视商业合作的传统，发掘和开展更多中日韩+X 合作项目成为三方共识。27号中午，三国领导人还共同出席了第8届中日韩工商峰会并致辞。李强表示，中日韩在经济上深度融合，广大企业家在推动中日韩经贸及各领域交流合作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韩日领导人强调，三国政府和工商界应当齐心协力。三国工商界和政府代表约240人出席了峰会。
日本产经新闻指出，对日韩来说，中国是占到贸易总额20%左右的最大贸易伙伴国。根据三方联合宣言，在此次会议达成的38项共识中，有20多项涉及产业链、供应链、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尽管在半导体等相关领域，日韩与中国强化合作的动力暂时不足，但是我们看到，在关键的这种原材料，在相关的生产链条，也就是说产业链、供应链等等，我觉得中日、中韩、日韩，我们都具有着巨大的功力。日韩强化经济安全和美西方加强合作的背景之下，我们这次突出来这个供应链的合作，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关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金融稳定，那么这些呢，实际上是三方都具有着共同的利益，三方的需求呢都比较大，做起来呢也相对比较容易的领域，也有着广阔的空间。深圳卫视注意到，这次在首尔，三国领导人就重启2019年起中断至今的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达成一致，受到舆论高度关注。日本共同社快速发布详细报道，指出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将会加速。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强调，中日韩自贸区将是高标准和面向未来的。李强则强调，应反对保护主义和经济脱钩。2012年11月，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正式启动，迄今已经谈了16轮，但一直受到外部干扰，进展缓慢。在此期间，中日韩之间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22年接近8000亿美元，显示三国的产供链已经深度融合。一个更高水准的自贸协定有利于三国经济发展。实际上，中日韩三国的自贸体系十分复杂。中韩自贸协定自2015年就已经生效。这次双方确认要加快推进中韩自贸协定第2阶段谈判，但日韩之间没有自贸协定，中日之间也没有签署自贸协定。2022年生效的 RCEP 虽然将三国纳入一个自贸系统，但针对性仍不够强。而中韩自贸协定显然走在了前面。中韩自贸协定自2015年签署以来，已先后8次进行关税削减。协定向下想汇进出口均大幅提升，拉动中韩双边贸易投资显著增长。有观察指，在中日韩这个三角的3条边里，中韩两国在经贸合作上的步伐相较另外2边显然迈得更快。但此次领导人会议的举行，为三方自贸协定谈判的重启创造了条件，前景值得继续观望。国防部宣布，5月29号到6月3号，国防部长董军将应邀出席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并访问新加坡。相关消息增加了外界对于中美防长在新加坡举行会晤的期待。在当前南海和台海局势升温之际，尤其是上周解放军东部战区针对台独嚣张气焰和外部干涉势力介入，举行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的背景下，中方将如何持续对美亮明台湾问题的红线底线，备受各方关注。据国防部发布的消息，访新期间，董军部长将与新加坡政府和防务部门领导举行会见会谈。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董军部长将围绕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做大会发言，并会见有关国家代表团团长。而美国国防部本月24号宣布，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预计将于本周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会面。当天，奥斯汀在完成膀胱微创手术后续治疗后恢复履职。中美防长上次举行面对面会晤是在2022年11月的东盟防长扩大会期间。英国《金融时报》称，美中两国防长面对面会晤将是美中两军重启沟通的最新一步。美联社称，自从4月奥斯汀与董军视频通话以来，两人的会面被外界广泛期待。今年4月16号，董军应约同奥斯汀视频通话，这是中美元首去年11月旧金山会晤后两国防长首次沟通对话。分析认为，这标志着中美两军军事沟通全面恢复。外界预计，若中美防长会面如期举行，南海问题和台海局势将是焦点议题。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总统马克思将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他预计会阐明在南海问题的立场，而美国作为菲律宾的盟友，在菲律宾此轮对中国南海岛礁的亲闯挑衅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推波助澜的角色，
而且自去年以来，美军也持续通过军事部署和演习，强化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不断以域外大国身份介入南海问题，并使之复杂化。而台海局势更是中美防长潜在会面中绕不开的话题。董军在上月与奥斯汀的视频通话中就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解放军对一切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纵容支持，绝不会听之任之。时隔1个半月，台海局势愈发风高浪急，原因就在于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任就严重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赤裸裸贩卖两国论，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解放军东部战区随即在23号至24号组织战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演习。国防部发言人吴谦24号就表示，此次行动打的是台独嚣张气焰，射的是外部势力干涉介入，完全合理合法、正当必要。有分析认为，这也是对默许纵容赖清德台独自白的美方的强烈警告。新加坡联合早报就援引本地学者的采访指出，奥斯汀和董军见面将让双方更清楚划清不应逾越的红线，防止任何误判。对中方来说，不希望看到任何被视为支持分裂主义的行动。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匡宇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如果中美防长面对面会晤得以成型，中方一定会向美方严正表明和重申，台湾问题是红线中的红线的基本立场，需要不折不扣按照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的精神执行，避免因此动摇中美来之不易的军事交流对话恢复的政治基础。深圳卫视注意到，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拜登在出席西点军校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说时表示，美国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还强调美国愿意在需要时使用武力保护国家、盟友及核心利益。台湾《中国时报》27号的文章就认为，拜登当着美军校生面前强调会动用武力保护盟友，这和以前被媒体毒访、被询及会不会为台湾出兵而做的回答情境大为不同。虽是选举期间，但拜登选在西点军校这种庄重场合，又在解放军刚进行军演情况下说出如此的话，代表美国是认真在布局台湾这张牌了。文章认为，美方的口头支持只会让赖当局更强调军事备战，而非积极与大陆沟通交流。拜登的谈话对台海军事情势降温丝毫没有帮助。新加坡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也在25号的评论文章中指出，倘若美国以为可以无成本地以台湾海峡为筹码，而中国大陆又不得不回击以示强，则必推高擦枪走火的风险，对区域和平蒙上阴影。曾在马英九时期担任台当局安全会议副秘书长的台湾大学政治系兼任教授杨永明26号在岛内政论节目中分析认为，拜登说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与美国愿意在需要时使用武力保护国家、盟友及核心利益，是在不同语境下的两句话，无法划等号。这与拜登此前数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表态要保护台湾，甚至错误引用北约第5条的情境是完全不同的。当我们看到拜登再去谈所谓的台海和平的时候，他用一种模糊的语言来去处理美国的这样一种这种所谓的一个对于同盟的义务和他的国家利益的时候，那么实际上拜登也是对于两岸双向都是在去释放一个希望能够稳定，而不要去单方面做出所谓挑衅或者改变现状的这样一个信号。那么这个信号，我觉得同样也是讲给赖清德当局去听的。在解放军东部战区环台岛举行联合利剑2024A 演习期间，美军的动向也备受关注。美国海军第7舰队当时以电子邮件回复路透社的询问时表示，美国海军第7舰队仍然致力于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是确保印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根基。但相关邮件中并没有提及解放军的演习。但据相关报道显示，常驻日本9年的里根号航母本月中旬驶离横须贺基地，准备完成最后一次西太巡逻，然后返回美国本土。在解放军东部战区展开大规模联合演训的当天，里根号与其随行舰艇被发现在菲律宾附近海域进行海上补给。24号，该编队继续在菲律宾海执行任务，而将接替里根号常驻西太平洋的罗斯福号航母日前才结束在
在新加坡的休整并驶离，同样远离解放军的演习区域。刘匡宇认为，美军此次的沉默以对，一方面可能是对中国大陆的雷霆反应缺乏预判，并希望借机观察解放军的对台最新军事准备情况；另一方面，则凸显美方对于此次赖清德讲话存在误判，事后也不希望通过军事行动来为岛内台独势力背书。深圳卫视注意到，尽管联合利剑2024A 演习已经结束，但其震慑效果仍在陆续显现。岛内社交媒体24号出现一封匿名空军飞行员致赖清德的公开信，表示台空军人心动荡，有人宁愿赔300万也要走人，引起轰动。公开信指责赖清德只会喊抗中保台，却没想过我们基层的感受。赖清德要不要来一线看一看我们每天忙到爆的生活？台空军司令部25号紧急发声明，声称内容并非事实，但也无法提供确切证据。观察指出，台军方的辟谣显然更加炒热了这一话题。台军退役少将厉正杰26号在岛内争论节目中就痛批台防务部门完蛋了，只留下一批巴结、奉承、不敢面对现实、不敢讲真话的这些人在跟赖清德。我跟各位讲，这绝对是真的。我为什么讲是真的？大家看一下后面的内容，他服役14年，然后他还剩下5年，他说可不可以再飞5年？他为什么14加5？你知道？因为20年可以领终身俸，他不晓得他可不可以撑到再撑5年领终身俸。关键在这一句话，你不要以为说这些飞行员就跟这个游览车司机一样，他只负责开车，他回来还要办业务的，他下了飞机以后还要写作战计划。那你想想看，是你受得了受不了？台湾地区前民代郭正亮也同场爆料，可以去问华航啊，我事实上有这个资料，可是我不想公布哦，因为上面有个资啊。哦，华航最近在应征，就有一堆就是现役的飞行员，那就是很多都是少校啊，哦，也有上尉啊，就你可以自己去查啊，会没有这种资讯吗？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27号到6月1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跟此前7年一样，这次民进党当局再次未获邀请，却又恶意蹭会，一味谋独，一如往常再次遭遇失败。世界卫生大会27号作出决定，拒绝把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这也是涉台提案连续8年遭拒。外交部发言人就此发表谈话，再次正告民进党当局，坚持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敦促个别国家停止把卫生问题政治化，搞以台制华，注定以失败告终。台湾新任卫生福利机构负责人邱泰元在未收到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的情况下，于24号晚率领所谓世卫行动团赴日内瓦蹭会。观察指出，民进党当局视这次世卫大会为赖清德上台后的首场所谓国际活动，加码蹭会力度，不仅有组织、有预谋的在日内瓦搞所谓声援活动博眼球，还企图干扰世卫大会组织的一些活动。据法国国际电台报道，按照惯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开幕前的周日组织1000人健走活动，但连续2年，民进党当局都组织人员对谭德赛总干事进行围堵，企图干扰活动进行。据报道，世卫组织今年加强了安保工作，现场警察将不友好的人群与谭德赛隔开。外界注意到，美国拉拢其一些盟国，宣称支持台湾地区参会。5月24号，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及立陶宛等7国还就此事发布一份声明。对此，有岛内声音批评，台湾能不能参与世卫大会的问题，本质是两岸关系问题，即台湾承不承认9·2共识的问题。美国再怎么在场外策应也没有用。有法律界人士指出，世卫组织章程规定，该机构为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组织。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在9·2共识原则下，就台湾地区代表与会达成过一些安排，但拒不承认9·2共识的民进党当局企图蹭会是不可能得逞的，每次都以闹剧收场。在5月13号世卫大会注册截止日期当天，外交部发言人就已经明确对外公布，中方做出了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的决定。民进党当局一顿操作猛如虎，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就要在 WHA 的外面摆一个桌子，他就要让人家知道说台湾不得
其门而入，没有办法继续参加这个1年1度的这个大会，要希望大家要去责备中国大陆，然后希望支持台湾，同情台湾，可以这个参加 WHA 的这个大会啊。那这种想法其实是，只能说你尝试了这么多年了这8年都过去了，证明是失败了。可是民进党还是要玩下去。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4号强调，一段时间以来，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都向中方重申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上百个国家通过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支持中方立场，充分体现了绝大多数国家在世卫大会涉台问题上秉持正义立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可撼动，推行台独分裂绝不会得逞。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对于民进党当局宣称不能参会是忽视岛内民生福祉等以卫谋独的谬论，大陆方面多次澄清，不同意台湾地区参会绝不等于漠视岛内民众健康利益。日前，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再次强调，大陆始终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业做出了妥善安排。台湾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渠道充分畅通，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完全有效，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得到切实保障。民进党当局利用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卫生议题的关注，一再操弄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真正目的是借此凸显所谓主权地位，真实用心是以卫谋独。实际上，据民进党籍新北市议员陈乃瑜转述，他26号在日内瓦追问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后者对他强调，世卫组织与台湾地区有合作，能否参加世卫大会，则必须要看会员国的意见。在过去7年中，多个主权国家才有资格参与的国际会议对民进党当局派出的蹭会人员采取了驱逐措施，他们压根无法进入会场，包括2016年7月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会议，2017年11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2018年10月的国际刑警组织大会等。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9月，台湾地区中华鸟会因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还被国际鸟盟除名。岛内舆论直批，民进党当局每年花费大量金钱蹭会，根本就是自取其辱。对台北来讲，你如果两岸关系处理不好，你在国际社会处处碰壁。今天拥有权力的人民进党的这些当家的这些大佬们要搞清楚一件事：你要活在梦里，还是要活到现实里面。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号召开会议，审议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若干政策措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责规定试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教资源集聚的优势，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原创性科技攻关。会议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制定出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问责规定试行，就是要进一步推动在金融领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切实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压实金融领域相关管理部门、金融机构、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责任，督促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落实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各项任务。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规定的贯彻落实，坚持严字当头，敢于较真碰硬，敢管敢严，真管真严，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推动金融监管真正做到长牙带刺儿、有棱有角，将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在金融领域树立起来，并长期坚持下去。